给我太傻了！1.5版本警员白痕刃听云华言居然全员被刀，这是胡在自己到底藏多少刀子？投币10经验，转发5经验，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，也可以让武将做出更好的内容。3点段度武将，后续人第一时间获取新有铁道最细考据。这次的 1.5 主线剧情，警员其实一打胎死出手就能彻底解决此事，但为了培养下一代，让未来的判断学会独立，他才联手寒鸦演了这么一场戏。这不是比我早出手更好吗？早在以前就有不少玩家吐槽，假如警员现在退休，福原当将军，那么罗浮阵容就会变成丹市长白鹿、太仆大人青雀、云骑小卫树商、死亡判断霍霍，还有剑手燕青。所以警员为了让下一代快速成长为罗浮的中流砥柱，就主利用顺阳之乱试炼他们。而我们在这次活动中也的确看到几位罗浮新人的成长，青雀临危不惧，树商勇于断后，霍战胜自我，甚至连燕青也顺利拿到了首胜。只不过这次被胖揍的竟是我自己。只能说警员为了罗浮的未来简直超越心了，他真的我图死。话说警员的西威孙叶也是典型的大忙人专业户，不仅德比的死防、睿智的劳模都是由他配的音，甚至他本人也是多劳冷色，好几个咱们从小听到大的短道，可都是这位爷配的。李老坛酸菜牛肉面，哐新奇士。看来老米创作警员这个人物之初，就没打算让他成为德比钟离那样的退休6鸟大爷，他在浮现之下特有的等了。不过也有人认为不是警员不出手，而是神君行动条还没跑完，暂时出不了手啊，这应该不至于吧。另外这次的活动里，他要者已经随缘，福原闻着味立马就跑过来把爷拖进了镜子里，还一直说爷是打败幻龙的人要侵占爷的肉身。我寻思一点幻龙 BOSS 战，他要者全程都在打酱油，嗨，是隐月胎的，幻龙是神君秒的。列车团3人组在动画里全程卖萌一枪不胎，怎么传着传着就变成幻龙是爷打跑了？如果福原只是信谣传谣就算了，但离谱的是后来打败幻龙的正主来了，他反而跟见的路人似的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然后大伙真以为自己记忆错乱，其实幻龙是爷反杀的，但在仔细研究了顺阳族的设定后，才发现这一段其实没有什么问题。要知道顺阳族以人的情感为食，而情感恰好是先招人堕入魔音社的重要因素，而福原对将军没感觉，这就说明将军替罗浮弹压整整700年，为了不让自己堕入魔音，身上的感情已经淡到连碎阳都品不出来了。从之前神社府警员的对话里也能发现，警员现在连自己养的狮子都还记不起来了。就这样，前不久还要被自己恩师背刺，一个心性如水的人脸都要黑成多底了，这真的是太刀了。不过我们往好的地方想，也可能是因为他要者每周都要刷3次幻龙，身上虽然味太足了，福原才能一下闻到。大家觉得呢？说到睡阳族，就不得不挑他们的首领随皇了。在这次 1.5 版本里更新的十王师在押重犯名录里，就提到这位睡阳王者。据说当年随皇掀起睡阳之乱，通过吸收大量的睡阳，把自己融合成了接近太阳的存在。而无名英雄则组建胆死队，用仙舟引擎的能量把随皇坍缩成了巨大的黑洞，最终封印在了朱明仙舟。而此前白衡牺牲自己，用来炸死丰饶令死疏忽的黑色太阳，应该就是当年随皇坍缩后的一部分碎片。那么白衡又是怎么拿到随皇的碎片呢？这点我们从白衡自己写的游记里就能找到答案。根据白衡自述，他曾因为前线战线吃紧而向朱明仙舟求援，还在那里偶遇了父母双亡还备受歧视的小印星。为了独一这的沮丧自卑的衰小孩，白衡这种图丑博心赌一通不断，最终赢得了小印星的信任，被他带到了封印随皇的大殿之上。而就在那里，白衡短暂的直视了随皇，并遭到了他的精神攻击。虽然朱明先生怀言及时出手制止了随皇，但还是有一部分力量附着在了白衡身上，成为了日后他自我牺牲的导线和伏笔。而被他猜到从此摆脱自卑的印星，也因为对他的感恩，最终酿成了大错。可以说白衡和刃的出狱，就注定了他们俩的结局。刀实在是太刀了。同样在这次十王师在押重犯名录里，还提到朱明仙舟的怀岩将军是唯一一位不被睡皇影响心智的仙舟人，而且根据白衡的描述，怀岩在隐月之乱前就是全仙舟最长寿之人，甚至2000年前还对抗过绝灭大军星校，也就是说他至少得有近3000岁了，早已经突破了魔医生的触发年限。而根据铁道千星游记 PV， 朱明仙舟是东道社的大本营，而怀岩还是印星的老师，仙舟最强东将。文案中用来描述他的说法还是3月般的步伐以及金属嗡鸣声，由此不难猜出怀岩用来得救魔音社和虽然影响的方法，多半就是用特殊的材料重做自己的血肉之躯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机械飞升。可以说怀岩将军也和警员一样，为了仙舟的未来和将军的责任，奉献了自己的一生。而自己最喜欢的弟子在罗浮出事酿成大错，也碍于身份无法插手，真是大写的惨字。要说这次 1.5 主线最刀的，那肯定得是咱们的小狐狸听云了。根据文案描述，幻龙和睡皇一样，都是实力强大的大睡羊，而强如睡皇也要附身地洞才能获得人形。同时新老婆寒烟还表示，虽然离体后宿主会自然而死，或者处以即使只烧掉你的尾巴，但根据幻龙离体时的表现，悲观的讲，听云这样大概率是真的被幻龙吃单抹尽了。所以1点2幻龙扭脖子，1.3听云办葬礼，1.4白衡办葬礼，1.5又要得听云补刀。老米这次在湖人组有什么大仇吗？这次1.5剧情大家都有被刀到吗？感谢大家3点都有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！